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iPhone X2 是2018年9月份发布的产品，距离现在已经快4年了。就个人的体验来说，日常使用依旧比较流畅，而且它采用的 LCD 屏幕没有 OLED 屏幕低频闪上眼问题，这一点很香。要说不足的话，就是它的影像表现有些落后了。至于 iPhone X2 还能用几年，硬件上面主要看处理器和存储部分，软件上面主要看苹果的系统支持力度。处理器方面 ，iPhone X2 采用苹果 A12 处理器，这款处理器采用台积电7纳米工艺制造，6核 CPU 设计，2个性能核心加4个能效核心，4核心 GPU。那么苹果 A12 处理器的性能放在2022年是个什么水平呢？在 Geekbench 5测试中 ，A12 单核得分1115分，多核得分2843分。可以看到，苹果 A12 的单核成绩可以和骁龙888媲美，和骁龙8相比也没有低多少。不过 A12 的多核就没有那么猛了，它的多核得分也就是骁龙778G 的水平。但是在实际使用中 ，CPU 的单核性能权重更高，而且苹果 A12 的多核性能也不存在不够用的问题，所以苹果 A12 依靠强悍的 CPU 单核性能以及够用的 CPU 多核性能，它的 CPU 性能依旧很能打。GPU 部分，在 Geekbench 5.0、Aztec Rowens 1080P 和1440P 测试中，苹果 A12 的成绩分别是64帧和25帧，而骁龙870的成绩分别是60帧和22帧。可以看到 ，A12 的成绩比骁龙870还要强一些。就这个性能表现而言 ，A12 的 GPU 也依旧能打。存储部分 ，iPhone X2 的运行内存只有3GB， 同期的 iPhone XS、XS Max 以及后续的 iPhone 都是4GB 内存起步了，所以 iPhone X2 在运行内存上面的短板更关键。特别是最近的消息称，iPhone 14将会升级到6GB， 这无疑会进一步扩大影响。除了运行内存，还有闪存空间方面的问题。有些用户当初可能选择的是64GB 版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可用的存储空间自然越来越少。就算通过开通云存储可以缓解，最终也会面临存储空间捉襟见肘的情况。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换机了。苹果的系统支持方面历来不错 ，iPhone 6s 现在都还可以升级到 iOS 15系统，所以 iPhone X2 获得个6-7年的系统支持问题不大。当然不排除就算 iOS 系统可以继续更新，但因为3GB 运存的关系，出现部分 App 不支持的情况，就像原神不支持运存3GB 以下的 iPhone 那样。不过就算有这种情况，数量也不多，整体影响也不大。优秀的主板设计，不发热，使用体验流畅。Jeffrey 作为 iPhone X2 曾经的机主，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特别厚重，这种厚重体现在系统的硬件和软件方面。当年这款手机在发布的时候，采用的和主流的旗舰手机 iPhone XS 同款芯片，所以在性能方面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即便是放到现在，使用起来也是非常流畅。平时不忙的时候，依旧可以使用这款手机玩大型游戏。而且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就是 iPhone X2 这款手机在当时所采用的是单层主板的设计，那么即便是高强度玩手机的时候，也是不会发热，手机的体验非常不错。加上 iOS 系统的优化，其总体的使用表现着实让人满意。所以针对这方面的因素，很多使用 iPhone X2 用户都是不愿意更换手机的。毕竟这些年，苹果当年发布的 iPhone X 与 iPhone 13系列的手机相比，在外观工艺设计上面确实进步不大。3年后的 iPhone X2， 其外观设计依旧不过时。这句话并不是大话，大家可以好好的比较一下这些年的苹果手机外观设计的变化。其实主要的变化真心不大，尤其是对于从 iPhone X 系列到最新的 iPhone 13系列来说，正面的话，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刘海缩小 20%， 而背面的话，就是手机摄像头数量增加。所以将 iPhone X2 与众多 iPhone 进行对比的话，其外观不仅没有过时，可能还会成为一种优势。在握持 iPhone X2 的时候，其手感要比现在的 iPhone 13系列好很多，可以用珠圆玉润来形容。不仅没有割手的边框，而且手机的尺寸大小刚好。当然了，如果是仅仅是凭借着一个不错的外观设计，那么还不足以在市场中有着如此优秀的表现。换句话来说，手机买回来就是需要进行使用的，最主要的就是用着是否舒适，性能是否够用，这才是用户所需要关切的地方。而经过近2年的使用，发现苹果确实是这方面的高手。虽然说现在这款 A12 芯片的性能不如 A15 芯片，但是依旧是够用的。苹果 iOS 系统依旧是流畅的。
这就是苹果的厉害之处。虽然在某一方面不是优秀的，但是综合表现和整体实力是非常不错的。不仅能够满足用户的日常需要，更是能够满足用户在游戏方面的体验。在玩王者或者吃鸡的时候，其性能表现依旧稳定，表现也是非常出色。当然，这对于一款发布已经有4年时间的老机型来说，已经难能可贵。没有过时的工业外观设计以及良好的性能表现，这是 iPhone X2 能够立足于市场的主要原因。但是，这毕竟是一款发布4年时间的产品，肯定还是存在一些缺点或者是问题的。首当其冲的就是这款手机的屏幕。如果有使用 iPhone X2 的用户就会发现，这款屏幕压根对不起当时上市时候的价格，平平无奇可以说是非常贴切的形容。在点亮屏幕的时候，之前给你的一丝丝惊艳可能也会消失，而且再加上这款手机一个很大的边框，所以使用起来的体验不是很好。而且 iPhone X2 所使用的就是一个 LCD 的屏幕，其屏幕的素质非常一般。不过这也有好的一个方面，就是采用的 DC 调光，没有屏闪，这可能是这款手机屏幕最大的特点。还有一个就是背部看上去非常单薄的摄像头模组，这确实是非常具有争议的一个地方。很多人认为到这个价位的手机了，竟然连个双摄都不给上，确实够抠门的。没有超广角，也没有长焦镜头，在今天看来确实是有点拉胯。但是有一说一，这款手机的主摄像头的成像素质还是可以的，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差劲。即便是与 iPhone 12系列相比，在光线充足的情况下，依旧不落下风。当然，在夜晚拍摄则相差较多。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你感觉 iPhone X2 在2022年落伍了吗？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请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Jeffrey Tech，我们下期再见。